我真的好想买房子系列哦。马来西亚华侨一年狂扫台湾蛋黄区9000平，房市还撑得住吗？先说结论，现在就连外国人都在买台湾房子，那你还怕什么？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可以约定放弃保固吗？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来跟你讨论外国人狂买台湾房子是怎么回事哦。这次来聊一个夸张的新闻，标题我念一下：外国人扫台湾房产，马来西亚买最多，专家曝身份哦。那内容是这样，就马来西亚人去年在台湾，去年一年总共购入了9519平的房地产，增幅达 45%， 超越美国、日本跟香港。马来西亚人那这次来讲马来西亚人，跟之前有一支影片讲的越南人买房不一样的地方是，那支影片我们讲越南人买房嘛，然后他们挑的都是比较低总价的房子，旧公寓之类的。那会来台湾买房子的马来西亚人，高资产华侨啦，应该都是比你还有钱哦。那他投资的目标、资产的目标都集中在哪边？双北，就是双北新北、台北市都有然后台中跟高雄等都会区。他们直接偏好30到50平的中平数住宅，所以会在台湾置产的马来西亚人都很有实力他们买的地方集中在蛋黄区，甚至豪宅案都有。我靠，就是人家买这间房子不只是为了自住，还有怎样，还有帮家族保留资产的需求也有一种解释是说，在他们眼中，就算是台湾的蛋黄区，其实也叫便宜因为跟它邻近的邻国相比还是便宜蛮多的。什么新加坡香港比起来台湾好像还可以台北市贵，然后现在就台中还是觉得很高，那个高雄就是这样。然后这篇报道也分析了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跑来台湾买房，主要是2个原因。第一个，马来西亚自己的房市疲弱，这边讲的应该是吉隆坡的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供给过剩的状况，房子盖太多卖不完这样，所以他们的投报率都是被拉低的状态中。第二个原因就是新加坡严查海外洗钱那这个讲的应该就是之前新闻一直在报的太子集团跨国洗钱案。那到现在的统计已经造成超过160亿美金的损失。有些钱就会跑来台湾，160亿的有些你看跑个 10%、15%、20% 来台湾，这是多少钱啊？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马来西亚人想来台湾买房子那我们也来讲一下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不去别的国家置产，偏偏选了台湾。他们钟爱台湾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我的观察是以下几个。来，第一个，永久产权太香了。对新加坡或马来西亚人来说，华人来说怎么会有永久产权这种东西啊？他们买本国的房子持有是99年，时间到要还给政府当然会不会直接还给政府，还是缴一笔钱又继续用，不知道那就这样，那就变成说你想要保存资产，把钱存在房子里是没有用的。他们就把眼光看来台湾这边，哇，台湾买房子可以传3代加贺然后什么还有都更这种事那就来赚一笔不然就来买这边好，反正他只要放钱而已第二个，语言文化相近就是台湾跟马来西亚人的关系其实蛮好的，因为非常多马来西亚华人都会讲中文，然后也都来台湾旅游过，甚至说你身边一定有认识马来西亚人现在没有，你之前读大学的时候也有马来西亚的华侨同学他们你看年纪也30-40啦那留在台湾工作事业有成或是在马来西亚工作事业有成，想自产的时候那就来台湾自产这很自然而然因为我们各种居住环境生活水准、医疗对他们来说还是相当舒服的。第三个，平等互惠原则，这就要讲到法律咯。你感兴趣的话你自己去查土地法第18条，内容是很无聊的，我就不念了。白话文就是说，有被我们列为完全互惠的国家，那他们要在台湾买房子条件稍微宽松，就跟中国的543条款就差很多。同样的，我们去他们那边买房子的时候也不会被他们卡来卡去平等互惠原则。那马来西亚就是完全互惠国家之一。最后你要知道，这对台湾来说会是好事情吗？那我们也来说一下这件事情对台湾人来讲会不会带来什么影响。先说结论，我个人认为不会，因为它的量体太小。你看它就是因为买的户数少，所以媒体报道把它写成坪数9000多坪，我们感觉很厉害，其实户数对我们台湾一年的交屋数量还是相当的少。
是成长率很可观哦，反正就像一颗小石头丢到一个大湖里面哦，目前量体上看起来是这样，不会剧烈影响到整体房市，但它是一个很好的讯号哦。为什么？因为它代表2件事情，第一个，国际的关注度正在提高，大量外国人买房，就证明了台湾房市未来将不再只是内需的市场，国际的资金有机会还是愿意进来嘛？不要忘了我们台湾是有战争风险的，他们还要来哦。也不要忘了高雄现在设立了叫亚资中心呢，亚洲金融资产管理中心呢，这个就是专门要来处理大量外国大笔资金的呢。所以你可以解读成，反正我们台湾哦，现在就怎样，慢慢有在开放外国资金来台，就是这样了。那当然对中国还是严加控管，但是对中国以外，其实态度还是相当的缓步的哦，然后逐渐开放。第二个，本地人的信心正在提高。你看，连马来西亚华侨都跑到台湾买房子，那你还怕什么哦？外国人买房还没有办法跟你一样首购贷8成，还新青安那么什么东西哦？结果他们也要进来，你那些空房还在那边说房价太高，还在那边居住，然后随便就给他们去弄。而且我也要提醒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还在卡外国人买房卡成这样还是有一堆外国朋友宁愿被卡他也要进来买。所以等到之后真正要完全开放外国人买房的时候那台湾的房地产真的会迎来一波炸裂式的暴涨。你看日本跟韩国就知道了，蛋黄区都谁在买？本国在买，哪有？都嘛外国在买，都嘛中国在买然后本地人都被驱赶到蛋黄区的旁边。台湾只是因为现在管制非常之严格法规还在撑，所以目前看起来，尤其在第几波信用管制以后，看起来岁月静好，交易量窒息，央行杨总裁觉得好棒棒。但是对于开放外国人买房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必定会发生，必定。为什么？少子化少子化是不可逆的东西，然后这些房子还是要怎样？还是要有人住啊，所以未来必定会松绑。多久之后会松绑？会松绑到什么程度？目前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讲回来，我们今天讲了马来西亚人跑来台湾买房子的新闻，那我也为你分析他们选择来台湾置产的原因，包含永久产权、语言跟文化的亲近性，以及法律上的完全互惠关系。我也解释了这个现象，虽然对台湾整体房市影响是有限的，但是这是放出了一个讯号就是国际的资金缓步慢慢进入了台湾的房地产。未来外国人买房的政策一旦大幅松绑，很可能引发新一波的房地产暴涨潮。结论就是，虽然台湾房地产目前看似平静但是这个是政府把门关起来，很保护我们自己本国的国民，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但凡当初那个大长花学运福茂没成功挡下来，你有没有看一下高雄现在多少钱？高雄现在1坪200万。不然亚洲新湾区是为谁弄的？那个是特贸区就是为了那个弄的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就更夸张，那不只是房市暴涨而已，我们很多人现在都必须在中国公司上班就只能这样因为他们财大气粗，他们用钱来砸，他们别有目的。反正台湾我们看就是哇，我们台湾市场就哇，这个你们看一下，对他们来说，台湾就是一个省的大小而已这个用钱砸都砸得出来。最后我想问你，你希望未来你的邻居是哪一国人？马来西亚华人跟台湾好沟通，比美国人 CCR 好浪漫，是印度人我想跟他们一起跳舞。对讲八卦之前先打个岔长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产要找谁？找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林店长。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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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个 go， 免费的那每隔几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潜力的房子被po出来。那跟我说好友已经加到超过7000人了，真夸张。那想置产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肖店长的 LINE， 小老鼠掰台北，小老鼠买台北这样。那让肖店来帮助你成为天龙人。跟我说已经超过2000人加入了赶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买了双北，你想要装潢，你就找汉一室内装修装潢找谁？不是找，就是怕被当盘子敲嘛。我就推荐汉一陈老板，反正问不用钱。小老鼠汉一HANYI 汉一，你想要只做一间厕所的翻新，这都可以反正你先问，拍照传过去，去丈量讨论之后再说。汉一很有实力的，资讯栏里都有连结。那你看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设却一个都没有停。
那你不趁现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设落成以后，你去抢贵的，你才高兴是吗？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把高雄自产增值的宝藏都埋在那里了。如果你是苹果手机，你记得你要用网页来加，你不要用那个内建的 App 来加，不然会被多收苹果税。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价的高雄市蛋黄区重大建设，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带你去看会增值的房子是长什么样子。现在加入就能获得帮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设，都不用猜我自己也有买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体力行的功课。现在就加入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马上加，马上开始抄作业。最后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买在重大建设旁边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个好房东，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钱。我刚看 YouTube 的后台有 74% 的观众朋友都在看而已，没有按订阅就这样还有55000订阅，那就麻烦你帮我按订阅，应该不久后就10万了。10万有什么好处这样我就会比较爽对，按了吗？按了好感谢你的订阅，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讲八卦，就外国人买房真的是越来越多那目前以外国人在台湾买房数量最多的人，连我在高雄都是这样我看起来是香港真的很多，尤其在那个反送中以后，有能力跑过来的人他们都会跑来台湾，然后干嘛？退休。他们来台湾是退休的，不是说来台湾还要找工作或干嘛，没有呢。我看我现在人是高雄美术馆这边，我的邻居好多香港人，我有楼上就是隔壁好像也是香港人，真的是香港人有点夸张然后再想到我之前同事讲的，他那个买青埔你看在内湖科学园区上班，然后房子买在青埔，然后高铁通勤，然后再搭捷运转那个文湖线不要抖就是这样。他说他那个好不容易交屋然后再开那个什么什么管委会没开过，他觉得很触鼻，他就一起去开。他说快1/2是香港人可能香港人比较闲，然后会来出席这个会议，反正他在现场看香港人那么多就是这样香港人，然后现在又多了，你看这个选手叫做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在台湾买，其实我也不是很明白，我觉得这个新闻但是看到我觉得很有意思，来做个节目。马来西亚华人真的对台湾制裁会，他们要制裁应该是新加坡吧为什么？因为新加坡看起来就是没有战争风险，我也不知道，但是这件事情就确实正在发生中。我能够想到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在大学都有马来西亚的华侨同学嘛，真的都有因为我们少子化发生也不是1天2天早就有在扩招反正就是国外的学生进来，然后台湾还会给你钱还会给你干嘛的好，我自己都有马来西亚华侨的同学好，那些同学在台湾工作也没有几个回马来西亚呢，大概能在台湾找工作就找然后就在台湾上班你看那个年纪就跟我差不多也在台湾成家立业这个都有就买台湾房子很合理的事情就是这样文化是真的蛮相近的，什么娘惹对不对然后什么很多啦，反正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已经是马来西亚人的精英的族群了，然后他们怎么样都还算有钱，跟工作能力跟我们台湾人相比，我觉得他们还比较认真，真的。你就看那公司同事那个台湾同事就已经开始凹了我看他们还是兢兢业业在弄，然后在台湾租房子干嘛，然后也在讨论在买房子，然后买预售买什么的也听他们都在讨论马来西亚人毕竟人在异国他乡还是会比较努力不像我们本国，他们觉得说没差这个居住正义反正会有一个伟大的伟人出来拯救我。台湾开放外国人买房的条件势必会越来越松，可以这样子看啦，一刀切下去，左右两边，左边叫做外国人，右边叫做中国人就是这样，中国以外全部都叫外国人，外国人这边全部都会慢慢开放才对但是中国人的话，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应该还是会锁得相当严谨。如果真的要开放，也不会是直接开放这个让中国的人可以买到台湾永久产权的房子，应该也不到这种程度，即使他要现金买现在有都是路配嘛不然就要严格遵从543条款，那个根本就是不要人家来买我们台湾房子，才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条款。我的判断是，如果真的要开放，也不会是住宅先，应该首先率先反应的应该也是商办
商办这种东西，商办或厂办这种东西，就从企业端的合作先进来。我是这样判断。然后不用想太多，反正台湾少子化这是不可逆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少子化办公室并没有提出什么厉害的解法，那大家还是不生那接下来就必须大量补充这些劳动力。大量补充劳动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夸张很多。我听我朋友讲的，就是现在有一些高职高中还好，有一些高职这个学校近1/3的新生已经都是东南亚了。那个什么什么越南，然后什么什么泰国，什么菲律宾，然后跟这个印尼，很多快1/3的新生都是这样的。他们就在台湾工作、打工、生活，日后等他们成家立业如果他不想回家乡，在台湾自产就是一条路嘛。女孩子的话就是如果嫁给台湾男人，那也会成家立业嘛，那也是住在台湾有买房的需求。那如果男的话，马来西亚华人你不要看到觉得怎么样超强的呢，强到爆表呢，强到那个什么群联嘛，群联的创办人，群联电子上市公司就马来西亚华侨，他当初就是来台湾念书，强可以强到这种几乎没有上限的，就这样。所以外国人买房这件事情连他们都知道要买蛋黄，连他们都知道。所以我们接下来自产只要是买那个蛋黄，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才对。他们买一下就买那个中坪数，反而跟我们台湾人在看的什么两房没车位完全不一样。他们就是真的自产30到50坪呢，然后还双北都有呢。台北的30到50坪即使是中古屋，你看这个要多少钱？他们又没有新青安呢，夸张呢。所以不能低估我们外国朋友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应该也不会来台湾生活香港好像也是因为政治的关系跑来台湾退休。哇，他们都是带着钱来花的这个真的是我们要开始正视这个现象。来，你认识律师朋友吗？没有的话，你马上就要有了。我在高雄好不容易才认识的超强律师朋友介绍给你，听好婚前财产分配、婚后财产分别、买卖房屋纠纷、买到漏水屋、买到凶宅、预售屋广告骗人、前屋主不肯搬走、仲介隐瞒事实、担心合约有陷阱、楼上漏水不修、遗产分配不公、赠与小孩房子、担心房子被诈骗、借名登记不肯还、遇到装潢蟑螂、验屋验到想告人、室内装潢纠纷、法拍屋纠纷、车祸赔偿纠纷、家人遇到诈骗、土地被霸占、遗嘱相关问题、对付2邻居、对付2房东、对付2租客。刚念的有中一个你就加了马上就问。赖的 ID 是小老鼠 low help， 小老鼠 LAWHELP 加就对了，不要拖。法律事情越拖只会越难处理。祝你顺利。